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奈森，我又来了。我们先来看 XADV 这台车。OK， 这台车也是我很喜欢一台车，那非常感谢Honda今天又借我们这台车来开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哦，这台车是我们Honda卖最好的一个750车款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它速克达，它 DCT 不用换挡，不是说不用换挡，你们不用担心离合器的问题。然后操作起来就跟我们的这个速克达一样，这是刹车，右边也是刹车，你看很容易就可以上手了。那有踏板，你的脚踏距可以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你活动范围非常宽。那唯一的部分就是要考虑坐高的部分。来看一下我脚踏位置。哦，双脚大概左右各颠，大概只剩下1/4，左右各1/4，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单脚踩的方式比较多。哦，单脚踩的方式比较多。然后我们再侧面来，请到侧面来，可以看一下。你如果双脚踩的话，你就大概需要这样颠这样子。如果单脚的话，其实还好。哦，我上到最后有162。好，我们现在是172公分。现在是在 XADV 车上面看一下双脚感觉哈，大概是踩1/5左右，左右各1/5，所以双脚平踩其实比较困难一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侧面，那如果遇到那种地比较斜的状况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很没有安全感，很有压力。现在示范的人是178公分，你看他们双脚是几乎是要平踩，后面只有起来一点点而已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侧面，很轻松，它不需要单脚踩，它2脚可以平踩。那它外观线条棱角分明，那大灯造型很像那种外星科技的感觉那种概念，而且越来越锐利，跟 NT1100一脉相传。那它风镜有5段高低可调，不用怕夏天太热。那在高速上面也可以升到最高，可以减少胸口中风。那握把前方是原厂的护弓，那可以选购那个挡风罩夹在护弓上面，整合在一起之后可以保护手部，特别是在高速骑乘的时候可以保护手指头，避免被飞沙走石高速撞击造成伤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台车一般来说 NC 系列它比较偏车头比较重。那我之前试过，你看它前轮是可以转的，因为它把手比较宽，所以它转起来它比较容易，比较轻松。那我之前骑 NC 750的时候，其实停红灯这样停的时候，我龙头是转不动的，很紧，非常紧，因为它的重心比较偏前面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这个是 FN， 我们先开一下它电源。好，按一下之后，它就可以启动它电源。它是感应式钥匙，所以你的车身范围大概25公分之内，它都可以感应到。这样就开起来了。那这个地方 P 代表是 Power 动力，E 是 Engine Brake 引擎刹车，D 的话是你的驾驶模式。你驾驶模式代表你的换挡转速要比较高一点换挡呢，还是你要低一点换挡？看个人。T 的话就是 TC Traction Control， 就是它的循迹防滑。ABS， 那这台车它是属于有点半越野功能，所以它的 ABS 是可以关闭的，或者它有个机模式，就是我们在沙地里面，我们的为了脱困，它可以完全后轮可以输出，并不影响它的这个 ABS 功能。即使这样的话，它 TC 还是有保留一点点，不会让你完全没有 TC 的这个功能。好，现在它大灯是感应式大灯，它大灯感应式大灯，那远灯呢，往上一推变远灯，这是近灯。往下这个 pass 灯 ，OK， 然后再看这个 FN 就是你的一个模式可以在这边切换，不是模式，大灯，大灯你可以选择 auto 或是关闭，大灯它可以选择，然后功能键，这边有个方向键，十字方向键，四方键，你这边可以切换，你要看它的电压，这个它平均油耗。然后 Trip B、Trip A， 这边可以选择油温，现在温度多少，现在时间，那我们来看模式，这个是模式 ，Mode 是模式，按下模式之后 ，Rain， 这是 G 模式，
，User 就是自定义，自己可以设定。Sport 就是全输出哦，动力模式、运动模式。Standard 一般大陆在用。来，这是进档退档部分这样操作，一个是用食指，一个是用大拇指，好这样操作。这边是进档，这个是降档，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启动，现在熄火开关，目前熄火，现在是通电，按下去是启动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启动开关。好，那这边是 N 档、D 档 ，Auto 跟 Menu 有一个切换，在这个地方。那这是手刹车。哦，那因为它是刚好挡住你的这个启动开关，所以你不会忘记防呆功能。那这个地方，这是开启坐垫，这是开启油箱，油箱在这个地方，退后一点。油箱是这个地方，退后一点。油箱是在这个地方，油箱在这个地方。那这是它的小空间，空间不大哦。平常你里面都是放钥匙，空间很小哦。那这边没有那个 USB 的一个充电，是在座位里面有。来，我们看它前避震器哈，前避震器这个地方。有没有看到一个旋钮？哦，它可以调软硬，可以微调。接下来我们讲这个风镜，它风镜可调的。第一个往外一扳开之后往外拉，拉它松开它的这个叫做里面卡榫，我们可以开始调它段数。哦，开一声音乐之后，你们可以再把它做一个锁定动作。哦，那总共有5段可调。哦，最高的这一段。那这个通常是我们在行驶这个快速道路比较会用到。那夏天的时候，其实夏天的时候还是把它放在最低段，比较舒服，会比较舒服。这个锁定，这样完成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后避震。后避震属于多连杆的设计，那它这边是可以用勾板去调它的这个段数。那总有5段还是7段可以调。接下来我们看它后座是踏板在这个地方，那有没有发现这边有2个洞？因为这边可以锁一个叫做越野踏板，可以锁一个越野踏板。那做什么用呢？我们有时候骑又需要站起来骑，越野车嘛，站起来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好，这是叫越野踏板。那过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越野踏板，我们把脚踩在越野踏板比较好操控车子。好，我们看它的特色是这个排气管。它排气管特别往上翘，这跟这个 Forza 750最大的差别，跟排气管的部分有差别。那其实声音很像，那再加上它的离地高比较高，它大概高了3公分左右，所以整个感觉你的倾角会更大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它的后坐垫哈，它空间大概是这样子，刚好放进去一个全罩式安全帽。那另外在这个位置有一个 Type C， 安全帽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？来看一下。看有没有机会。不行，我现在安全帽太胖了。好，刚好差一点点。好，刚好差一点点。那一般的全罩式安全帽是可以放得进去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一般的是可以放进去的。那它关起来是这个是安全帽的挂钩。哦，安全帽一般搭配钢锁从那边勾进来，然后你盖起来的话，它还是勾住了。那这边有个特别要注意一下，你盖起来的时候，你以为关起来吗？没有，你要压一下，咔一声才算是扣住，要不然它的灯会一直开，一直亮，最后你的车就没电了。这一点要注意一下。
XADV 哦，它骑起来感觉一坐上去感觉哈，你就觉得它坐高比较高，然后整个人的整个挺直挺立起来，然后把手比较高一些，那把手特别宽，那也因为它把手特别宽的关系，你在转弯的时候反而车头变得很灵活，你在转的时候变得很轻松。那在动态画面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在转的时候，所谓心随意转，你手一下去，车身就跟着下去了。那这一点是比较不一样的关系。那车重是真的比较重一点，240左右，230几，接近240。可是即使它车身很重，可是你在转弯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它还是心随意转，很轻松的就可以过弯。那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我的错觉，还是说真实感受是这样，你感觉它弯速可以很轻松的上去，悬吊路感回馈很清晰。虽然它行程比 Forza 还长，但是在路感上面并不会因此变得比较模糊，然后也没有变比较软。但是在转向方面却是大不同，没有 NC 和 Forza 那种迟钝感，也不需要提前预备动作才跟上进弯节奏。那可能是把手变宽的关系，车身虽然蛮重的，可是依旧心随意转，非常灵活。而且在过弯的时候稳定性和这个给骑士感觉是稳重而且很安心。那 Forza 750跟 XADV 上去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大腿内侧明显会被撑开，因为它车架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宽一点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那另外它电子油门线你会明显感觉到比以前轻多了。以前在 NC 时代NC 750的时候，你就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走线很多转折，所以你用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油门比较紧，然后你就要用比较大力，吹比较大力，你才能够操作。那你就没办法做很精密的，比如说你想要加一点点、减一点点，这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。那在 Forza 跟这个 XADV 这种新款的它的电子油门，你就感觉它的油门变比较轻，比较好操作。那唯一要小心就是你不要一次油门吹太重它冲出去。那以前那个油门比较重的话，你比较不容易吹出去，因为你要很大力。那以前你在定速骑比较久的时候，你手容易酸，那这时候你电子油门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。NC 750这颗引擎它的低转扭力其实比 CB 750这个引擎的低转扭力还要强劲，爆发力更够。那 CB 750这个引擎其实很像 V 型双缸那种感觉，它拉转很快，而你起步的这个动力很轻松，可还没有到那种像 NC 这么的爆发力这么强。接着我们来访问一下 XCV650的车主燕硕首先它坐高比较高嘛，那你骑在上面的感觉？对，它的坐高又比750 Forza 750高。我172的话要踮脚，都没办法双脚平踩。然后我觉得两台车的车重好像也差不多，差1公斤。然后轴距也差不多。轴距这个多1公分，对，差不多。就是如果说要那种小转弯的话，都会比较累人一点。然后这台车，但是这两台车比起来的话，这台车的操控感觉又好很多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过弯会更轻松，这台车过弯会比较轻松。然后它的这个加速的马力、力道、扭力，感觉又比 Forza 750还要好。我觉得它的马力在台湾有点这个大材小用，是比较偏大，还是说它的车子如果在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上，或者是像西滨海这种可以骑得很过瘾的路段的话，它是台非常好的车。可是如果在市区走走停停，或者是说在这种比较偏窄的道路上行驶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就是无用武之地，太大材小用啊。那在山路的感觉呢？山路它的那个操控跟这个稳定性有一定的水准，所以我觉得它在跑山路基本上不管是新手或者是老手，我觉得都很好上手，而且它可以给你带来很高的那种就是
安定感，大概差异就是这样吧。其他我骑起来都感觉还蛮相似的。对，操控的话，确实这台有比我骑 Forza 750感觉还要更得心应手一点。欢迎愿意提供车辆的试驾厂商和我联络，这是我的 email。今天的新车试驾和介绍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